哎，今天是我一个人是吧？李腾还没有来。哎，来，尿急，哎来。所以说你这个人就是哎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啊，懒人屎尿多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说我是担心你有那个膀胱过动症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这很难说的。所以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膀胱还有尿液的秘密。是，那我们每一天都要上厕所嘛，到底一天上多少次才是正常？那如果上太多次，是不是代表不妙了呢？所以尿失禁会让患者担心、操心又伤心，能不能够根治呢？那这一集就带大家去找答案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妈，跟我问一下如果说正常喝水对，是可以多久不上厕所？3、5天。哇，你成仙哦！不可能啊！OK， 过了3个小时。问题就来了，最多3个小时了。那 OK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说一个正常人是能够憋尿憋多久嘞？哎，你问我就问对了啊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请专家出来。好，来，直接问他好不好？可以。OK， 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泌尿科医生黄立业教授、CC 还有洪慧芳，欢迎3位 ，Welcome。来，请坐，请就坐，请坐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茶水，以后自己带。不是因为怕他们会上厕所啊？对。哎，不过我们这一集聊这个跟憋尿有关，这个憋尿可以说是我们艺人的一个强项、特异功能。哎，因为我们常常出外景啊，有些时候那个地方没有厕所，还是说厕所环境不是很好，特别是女艺人呐。是以前很时常拍古装的嘛，古装也是吊杠线吊在上面吊了大半天你就在你怎么下来小便？对。然后你绑的那些杠线的那些瓦叶的东西，你根本不能上厕所。没错，对，真的。所以你最长忍尿忍多久？多久？记录吗？有，从我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办公。那西呢？当然也是会有啦，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，反正都已经在拍了，我们就不要去拖累大家，就忍一忍就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那有些人他就是说，一喝水就要上厕所的。你不是说你很能忍吗？很能忍，但是如果我开始喝水，尤其是就是白开水就有可能半小时到45分钟，我一定要上厕所。那很快。那这个是不是膀胱过动啊？这个有可能是膀胱过动，不过膀胱过动呢，需要再排除其他的原因以后呢，才能够确定这个病人是有膀胱过动症。不过膀胱过动症主要的症状就是尿频啦、尿急啦、夜尿啦，甚至有一些人呢会有急迫性的尿失禁的情形。我的夜尿还蛮严重的，一个晚上至少2次，到4次左右。哎呦，夜尿呢，可能也是膀胱过动症的其中一种症状。是。不过夜尿有其他的原因，比如有些人有肾脏衰竭啦，或者是心脏衰竭，或者是这个阻塞性的那个呼吸窒息也是会有这个问题。那怎么算才算是尿频呢？尿频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主要是要排尿的时候的容量多少。因为一个人如果喝很多水，你每1个小时都去，不过每次去都很多，是正常，那不是问题。因为你喝很多嘛。对，很多次而且少，那就不正常。那就不正常。OK。好，来各位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每次的尿量应该有多少呀？现在我们桌上有6个杯，每个杯是200 ml。慧芳姐，你先来。我觉得大概4杯吧。4杯800 ml。哇，西西呢？我觉得大概2杯半。500啦，500 ml。应该有3杯啦，600吧。哎呦，差不多啦，我觉得。 OK， 好，来接一下。哇，一个成年人好像李腾这样高大的人，大概有来500、600这样子，差不多可以2杯啦。呀，2杯半。 500，真的500啊！真的是500哦。那这个是一个排放嘛？那摄取呢？我们一天到底要喝几杯水才是？对，正常。其实摄取的量呢，不是一定的一个规律，最好的是看那个尿的颜色，好像这样的颜色就很健康所以如果你的这有点黄太白也不行吗？对，太清可能是喝的太多了。如果你有膀胱过动的问题，你喝的过多，你的问题就更增多。我以前都以为说是要白白的，对我也是，再深一点就不好了，就不好的啦。这样一天喝3公升会不会太多呢？除非你真的是流汗很多，或者说很多话，那个
唾液很多，要不然的话3公升是相当的多了。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膀胱过动的呢？其实膀胱过动呢，在医学上还没有真的能够解释。我们只能够在排除其他原因之后呢，才诊断一个人有膀胱过动症。所以这个原因可能包括膀胱炎啦，是 OK 膀胱癌啦，或者是尿液结石啦，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形。OK， 有办法改善的吗？改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需要在生活上做一些调节，比如在减少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饮料，比如咖啡啦、茶啦、酒精啦，或者是饮水过多。有些病人认为喝多水是健康的，汽水有关吗？有些比较刺激性的水都有关系。是有那如果说你看，因为这个膀胱过动顶多就是多上几次厕所嘛，有些人可能就放着不管。对，但会不会严重到会变成一个疾病？太过严重的膀胱过动呢，可能会演变成急迫性尿失禁。哇，这样子像我们工作时间都很长哎，有些时候真的是大家都在演的时候，你上个厕所都会很不好意思。我们一直忍，这样是 OK 的吗？适度的憋尿是 OK 的，不过长期的憋尿其实对膀胱来说是很不健康的问题。我不懂为什么憋尿憋久了之后尿好像不见了，或者什么？那个感觉已经麻痹了，所以你可能你到时你要排的时候会觉得慢啊，对，很难很久。有些人完全不憋尿，那也是不健康，因为没有憋尿的话，那膀胱没有机会伸缩，没有机会拉长呀，这样有尿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紧张，特别的尿急，那也不正常。OK， 好了，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还有这个观众朋友上个厕所。很好，那我们稍后见喽。OK。OK， 欢迎仲伟良医师加入我们今天讨论啊。是的。那么在新加坡的人口当中呢，这个年长女性有30%到40%呢是有这个尿失禁的问题。哇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人因为尿失禁去找中医师呢？非常多。男性大概在中年以上，50多岁的有前列腺肥大的。那女性一般在45到55，就接近更年期的时候，尿失禁很多。还有膀胱多动症所谓的。OK， 也有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属于精神上的，就是精神压力，可以归于西医的那个神经性尿频。它的特点是白天一直上厕所，到晚上睡得挺好，晚上不起来。每次跟他主持，我就开始想上厕所，压力太大了。少来了你。对，那西医呢？西医是怎么看待这个尿失禁？在西医来说，尿失禁有好几种，不过最常见呢是压力性跟急迫性尿失禁。压力性尿失禁主要是在于外来因素，比如长期咳嗽啦，或者是体重比较大的病人呢，在将那个压力压在那膀胱上面呢，就造成那个漏尿的情形。OK。不过有一些病人呢没有长期咳嗽，不过在更年期过后啦，或者是多次生育呢，那个膀胱底下的那个盆底肌肉会比较弱，所以在忽然间咳嗽、打喷嚏的时候，可能会有造成漏尿的情形。我一个长辈就是因为他生了孩子，月子没有做好，所以他现在老了他就一直有尿失禁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的原因，对不对？一个妇女生过孩子之后呢，我们常常鼓励他们做一些运动，膀胱肌肉运动，让那个盆底肌肉的能够恢复的比较快。这样子年老了之后呢，那个尿失禁的机会就会比较低一些。那还有一种是急迫性的，是吗？对，急迫性尿失禁呢，就跟那个膀胱过动症有关，比较严重的就会变成急迫性尿失禁。那中医是怎么看待尿失禁的问题啊？尿失禁在中医的病名就叫遗尿或小便不尽。那它的原理呢，我们中医的病理叫膀胱失约，约就是约束不能约束。中医的这个理论是这样，就人到中年，人的阴气过半了，脏腑之气都开始衰退。特别是肾气不足的情况下，它对膀胱的气化功能减弱，所以一点点尿进来你就想排尿。另外一个，当气化不利的时候，膀胱的括约肌也松弛了。本来它可以耐一定的压力，比如说你膀胱进了500毫升的水，它才要开这个闸门。是。那现在进了200就开了，它要就开闸门了。所以当膀胱气化不利的情况下，它又有膀胱多动，又有尿失禁。是。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中医的想法是，
当你人到中年了嘛，就叫中气下陷。这时呢，我们内脏是靠中气来内举的。对，如果中气下陷的时候，我们内脏会下垂。哦，所以我们最常见的肾下垂啊、子宫脱垂啊，那膀胱呢也是被别的器官下垂的器官压迫，那气化不利就排出。是。还有一个就是肺主气为水的上源。当你肺气弱的时候呢，它的速降功能下降，也会影响，不能够通调水道，所以膀胱气化功能就失调了。OK， 所以中医的想法，膀胱多动也好，尿失禁也好，病位是在膀胱，但是病机呢在肺、脾、肾三脏，肺、脾、肾三脏都参与了。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个案例呢，她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，那因为她有这个膀胱过动，然后造成尿失禁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，来。我其实在厕所生活了大概2到3个月，我就在那里上网课。晚上睡觉我也是在马桶上睡。我记得是在圣诞节的前夕，然后我就突然需要很频繁的一直去厕所，每10到20分钟去一次。那天我大概可能是去了50多次，就算我很努力的忍，那个尿还是就会直接漏出来。那时候我在上网课，我上了一下子，然后我就要去厕所，导致我整堂课就是什么都没有听进去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就不如直接坐在厕所上课。有一次是蛮尴尬的，就是那节课的那个教授突然叫我们打开摄像头，然后我就快点把电脑搬去房间，然后开一下摄像头给教授看。我那几天晚上睡觉，我也是在马桶上睡，有的时候第2天起来会觉得身上酸痛这些，但是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这样。一开始其实我是觉得蛮乐观的啦，我就是觉得如果看了医生就可以马上得到解决。但是看了医生，试了药物治疗不行，医生建议打那个肉毒素，那个 Botox injection 打进去，他说会比较改善这个情况。对，然后我就听了他的建议，我就打了那个针。情况好转了，大概1个多月过后，这个问题它又回来了。对，我从一开始的乐观，就慢慢变成最后就很崩溃，就觉得为什么是我要有这个问题，整个人就在厕所里大哭。然后我又回去找医生，他就建议做那个神经刺激的那个疗法。我做了大概1个多月，要2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情况有改善，从就是10到20分钟去一次厕所，改善成2、3个小时去一次厕所。我才觉得就是很有信心的出门，就完全不用纸尿裤，不用被这些东西困扰。哇！我发现他很年轻哈，才21岁，50多次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？就是这么年轻会有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啊？其实这个案例比较特别，这个不是典型的一种膀胱过动的症状，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。是。中医看这个就很像中医肾阳不足的病人 ，OK， 就是肾阳虚，所以他的一直在漏尿。但是这也必须要看到病人。当然，对。那其实刚才他有提到说，他一开始是有吃药。通常这些药物是要抑制那个膀胱突然间收缩的那种药物。OK， 所以那是其实是如果没有很严重，是可以改善的，是吗？对，一般上60-70%的病人都有效。他除了是吃药，还有打 Botox 啊？对，肉毒杆菌呢，一般人都以为就是做在脸上，其实我们也就打在膀胱上面。因为膀胱过动呢，是因为那个膀胱的肌肉在不停的收缩，所以我们打这个肉毒杆菌，让膀胱的肌肉放松。打了之后呢，有效率其实有时候到6到9个月。是。然后又要再打。对，然后再打。那我刚刚看他除了就是打包的，还有多一个疗法是有用电疗的，对，是什么来的？那个是 PDNS， 是一种神经的刺激的疗程。我们用一个就好像中医用的针灸的针，插在那个脚部的一个神经线那里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仪器呢，这个部分呢就接在那个针
头那里，就会刺激那个神经线。是。刺激之后呢，会导致那个脊椎骨的那个部分呢，跟那个膀胱的神经线有一些调节。是。然后造成那个膀胱过动的那个几率减少。那如果说比较典型的膀胱，比如说尿失禁的话，那治疗的方法是怎么样？这个吊带呢，其实是放在那个尿径的中部。病人在咳嗽的时候，整个膀胱就会向下压，这个部分呢又不能够移动，所以就不会尿失禁了嘛。现在我开电，有感觉吗？有了。有微微的颤动，丹田呼吸法，好，加强肾气的作用，膀胱多动和这个尿失禁就会改善了。那如果说比较典型的膀胱，比如说尿失禁的话，那治疗的方法是怎么样？我们让病人记录排尿量、时间，还有喝水、饮料、水果这些的时间和那个量。然后在做这个记录的时候呢，病人可以看得出，可能你们是喝水太多了，可能是时间不对，可能是喝了太多咖啡、太多茶。做了这个记录之后呢，很大的一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自己调节你自己的那个喝水的量、喝水的时间，然后这个膀胱尿频、尿急的情形呢可能会改善。OK。我那个长辈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动了一个手术，不是他是移那个膀胱回去呢，还是移那个子宫回去？我这个就不清楚。我知道他就动了一个手术呢，就有改善。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多数是压力性尿失禁，所以这个手术多数是吊带植入手术。吊带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是一个膀胱这盆底的那个模型，这个部分呢是尿口，像这个吊带呢其实是放在那个尿径的中部，是植入这个部分之后呢，有2个情形，一个呢是从这里出来，另外一些呢是从这个部分出来。然后病人在咳嗽的时候，整个膀胱就会向下压，这个部分呢又不能够移动，就造成一个阻塞的一个所以就不会尿失禁了嘛。是，那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病人是纯压力性尿失禁，是可以根治的。OK。那刚才提到那个 PTNS 有那个针其实跟中医很像太像了。所以中医呢就是用电针，效果也很好。用电针太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是刚好我今天了解我的压力源头是这位，不妨就来电一下。所以你常上厕所是我的问题啦。当然，哇，有一点牵强了。来，好 ，OK。好 ，OK。我们治疗尿失禁或膀胱多动症，我们一般选气海舒，在第3腰椎棘突下，旁开1.5。OK， 就好了。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进去了。对，为了增加疗效，我们对称也做，因为气海舒有2个，所以要插几针啊？插4针，4针就好。完了第3，完了我们在第2腰椎旁开1.5，这就是肾腧。OK， 好。所以你加电是把疗效增强的。增强它的刺激度。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加电极了。电了是吧？对。通常一个疗程是要做多久啊？1周2次，做3个疗程。OK。现在我开电，有感觉吗？有了。有微微的颤动，有感觉到那个电有进来啊，导电感觉。有疼痛的病，我们强刺激，这种属于补的就微刺激就好了。那个疼痛感是可以忍受的吗？其实没有疼痛感，没有疼痛感，酸麻的感觉，并没有过电的感觉。了解。那除了针灸之外，电针还有一个方法是艾灸，对吗？对，艾灸正好反过来，就是肚脐，我们用肚脐下1寸半，是气海舒，3寸就是关元舒。OK。那如果有些人怕针灸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？比如说吃中药？有啊，这个药呢非常有名，就宋代就开始用这个药缩泉丸。缩泉丸就3味药，益智仁有补肾温阳的作用。是。乌药散寒，这样子膀胱的那个气化功能得到提高。OK。淮山它有补肾、健脾固精的作用。所以这3个药联合起来呢，就有起到温肾、散寒、缩泉的作用，所以叫缩泉丸。OK。但是在临床上，我们为了给它做更加强，有加强版，我们就会加金樱子、菟丝子，也是补肾阳、缩泉的。那这个是芡实，大家常用的做四神汤的，有健脾、
因为我们前面讲过，脾呢也主运化，也帮着膀胱气化的。对，所以你在补肾的同时在健脾，所以这个6个药呢就会显现出它的疗效来。OK，我们到中年开始肾气虚、脾气虚，甚至肺气虚的时候，用这个缩天丸效果很好。那当然，我们来看一下 Marco 的状况是怎么样。他的现在应该是完成了嘛？这个疗程完成了，2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。好的，那其实这个样的一个疗程之外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运动是可以做的，对吗？对，等于我教大家那个丹田呼吸法。其实整个好像比较松了，会不会？有吗？感觉哈，有感觉比较松。整个腰部好像比较松一点。OK， 做完这个疗法，他还可以做丹田呼吸法吗？可以啊，马上做更加强。来，再加强，马上来，好不好？这叫丹田呼吸法。好，是它的简单的原理就是腹式呼吸。 OK。加强肾气的作用，就把清气吸到丹田。哦，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叫如果你气吸到丹田的话，你会长寿。哦，那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就是当吸气的时候鼓肚子，我们就把双手放到肚脐，吸气，吐气，肚子就瘪下来了。吸气，默默的数1、2、3、4、5，平1秒，吐出，吐的时候要长吐。要吐到1、2、3、4、5，很辛苦的那感觉，感觉到了吗？不容易吧？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鼓肚子1、2、3、4、5，平1秒的时候，是我们那时候要提肛。如果你不会呢，就好像我们尿一半，你突然来人吓一跳，你要把尿憋住的那个憋住哦，憋尿的感觉是。当你吐气的时候，你吐1、2、3、4、5，吐到第6秒是平住的时候，你咽一个口水，咽。这古代叫吞津液，吞津液这个津液跑哪儿去了？跑丹田，就跟肾阳结合了，就叫水火相济，所以叫一吸便提，气久归脐，就肚脐。哦，完了就一提便咽，水火相见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的功法。大家练的这个呢，我们的肾阳就会强化起来，那膀胱气化功能就好，那膀胱多动和这个尿失禁就会改善，对，好，明白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尿失禁跟膀胱过动啊，不只是影响我们的社交生活了，是，更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。那也有可能呢会造成我们的工作上还是学业上许多的不便啊。如果看节目的你呢，不妨呢就及时就医，好好的去把它改善，很重要啊。对呀，身体只要健康，做什么事都没问题的。是的，这边谢谢我们2位艺人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松熙，谢谢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就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。拜拜，谢谢，下个礼拜见。